故事演播员，轻轻入朱竹，何曾远离散？采风心头念，红尘却萧然。秋来风扫野，心中却平安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亚当谈股的频道。今天是1月7号，星期二。今天市场普遍收跌，道琼斯下降了 0.42%， 纳斯达克下降了 1.89%， S&P 500下降了 1.11%， 罗素2000下降了 0.74%。 今天整个市场是高开低走。今天主要下跌的板块是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和 Consumer Discretionary， 主要上涨的板块是 Energy 和 Healthcare。 英伟达和特斯拉的下跌是造成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和 Consumer Discretionary 下跌的主要几个原因之一。 Energy 和 Healthcare 的上涨多半是因为防守的原因，这些板块通常是比较保守，通常用于防守的板块。现在的市场确实是需要小心了。这是 S&P 500的周线图，2年的周线图。从这个2年的周线图上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MACD 在周线图上面已经开始出现死叉， RSI 也已经现在到了57到60左右，仍然偏牛。我们也看一下它的从整个这个长期的2年的周线图上面，它仍然在这个通道，仍然在这个上升的通道之内，所以我们应该说它的总体趋势没有改变。虽然它有这个下跌，但是它的总体趋势没有改变。我们在前几天的视频当中说过，在3大指数当中走得最强的应该就是说是纳斯达克，其次是 S&P 500， 走的比较弱的是道琼斯。那我们现在看一看，这是纳斯达克指数，从这个也是2年的周线图上面，我们可以看出它今天虽然掉了很多，但是它仍然 MACD 仍然是向上的，它仍然是在这个通道的上沿，所以总体趋势没有改变。我们在这里也看一看道琼斯指数。道琼斯指数我们说是这3大指数里面走的比较弱的。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它已经碰到了这个在穿破了30日均线，另外它的5日均线已经拐头向下，这个是黄色的，是10日均线，它现在已经拉平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它今天确实这是周线，它这一周是放量，总体是放量下跌，在前面已经有了死叉，但是它仍然是在这个通道当中，它只要在这个通道当中，它的总体趋势，长期的总体趋势仍然没有改变。罗素2000我们今天就不看了，不过我可以告诉大家，罗素2000比道琼斯还走得差一点，但是在现在这个阶段也很难说它到底会继续往下走，还是会因为它总体趋势没有改变，还是会它往上再反弹。这就让我想带出今天想跟大家主要聊一聊的话题，就是我们对这个市场的控制究竟有多少。像昨天的话，这个股市是涨的，那从这个图形上面我看了是缩量上涨，而且是跳空高开，所以我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我就在群里说，而且今天早上市场开的时候也是往上涨的，所以我就在群里跟大家说，我说你要买指数会比较保险一点，而且指数还会涨。我指的是这些像 S&P 500这些指数，但是
到盘中的时候直接给我一个打脸，这个股市猛掉，那我就在想，连指数都会是这样，那何况个股呢？我们先看一看英伟达，英伟达今天掉了6.22个百分比，直接一根大阴线往下掉，大家看到没有？是放量下掉。那昨天晚上在 CES 这个会议上面，Jason 黄这个 CEO 他讲了好几点，我在微信群里的一个朋友是这方面的专家，他把它总结了一下。第一就是英伟达站在了领先芯片的基础上，已经构建好了 AI 基础设施 CUDA、Omniverse、Cosmos 等芯片，并加在 AI 的平台上面，它的护城河很深，把 AMD 和 Intel 远远的甩到了后面，它没有竞争对手。第二就是它在不断的扩宽自己的市场空间和护城河，把产品包括软件平台推向个人应用 AI， 抢占个人 AI 的应用终端市场，分散大客户集中的风险。第三就是它由于芯片和软件平台的供应，自动驾驶和机器人的时代真正来临。黄教主他说，这个 ChatGPT the moment of AV 和 humanoid robot time is at the corner， 推进了他去年在台湾讲的远景。另外，他也提到他的自动驾驶芯片有了新的大客户丰田，但自动驾驶业务对英伟达很小，大概一年只有10个亿，年增长也就10几，不理解，不知道这块能做到多大。第五，我们那个朋友观察到他在61岁，在台上还是走动非常的灵活，像年轻人的体态，他也是公司的重要的 intangible asset。intangible asset 就是他不会被取代的这样一个人才。那看上去都不错啊，这些消息都很好，但是今天开始是高开，然后就被打砸下来，这还是这么大的公司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，那何况其他个股的小公司呢？我们下面再来看一看特斯拉。特斯拉昨天也是往上涨了很多，但是今天也是往下掉了4.06个百分比，收在394块3毛6。美国银行的分析师约翰·墨菲以执行风险为理由，将电动汽车特斯拉的股票的评级从买入下调至持久。它主要有这样一些理由：第一，就是在2025年上半年要推出低成本的车型，并在2025年的下半年推出另一种新车型，他对这个表示怀疑。第二，就是在2025年的中期要推出 Robotaxi， 这一点他们也不确定。还有就是上海组装厂的 Megapack 产量将于2025年第一季度开始，这一点他们也有怀疑。还有就是全自动驾驶即使被通过，那订户的他们的情况以及更新这些情况也都是未知数。所以鉴于这个理由，他就把这个以执行风险把这个特斯拉把它降级了。这一降级大家看看，立马4个百分比的下调。当然我们买股票都是希望这个股价涨，但是股价是受到生意面、护城河、基本面、技术面和情绪面这些的影响的。我们作为一个个体的股票投资人，我们可以对生意面有一个我们自己的判断，我们也大致上可以来判断它的护城河怎么样。虽然可能不如那些专业的做得好，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判断。我们可以对基本面我们大致上有一个我们的认识，我们也可以在技术面上面，就像我在前面一样，认为它
是缩量下跌，缩量上涨，它应该还会涨。像等等这些口诀，这些技术面的东西，我们也可以学习。但是情绪面，这是掌握在华尔街，掌握在那些专家和他们大佬的手中。这个方面，我们是可以说是毫无影响。因此，这也就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：为什么众多的个体投资人很难打败 S&P 500，甚至许多专业的投资人都难以胜过？这当中很重要的原因，我们要意识到，其实现在标普500中的前10只股票已经占了股指的50%左右。另外，你如果认为那么哪一只股票是未来的黑马，你这个选错的概率是非常大的。因此，我们要打败 S&P 500，我们必须要有一定的基数，以保证我们不犯错误。那怎么样来保证我们不犯错误，或者犯小的错误呢？你就直接买这个指数，比如说 S&P 500的 ETF 通常比较流行的是 VOO 和 SPY。你买它，除了一点管理费以外，基本上你能保证你的这个 performance 是跟大盘的指数是相匹配的。然后在那个基础上，如果你还能够选好的股票，那你才有胜出的可能。所以我从2025年开始，这也是我的一个新年励志吧，就是要尽量要减少买个股，而要多买这个指数。另外，多买指数的一个好处就是便于你 diversify， 就是分散投资而且是便于管理。像我在前面几期视频当中描述的，用均线来控制风险及时止盈。如果你有30多只、40多只股票像我以前一样，你如果市场一旦往下走的时候，你都很难注意到哪几只股票下跌的厉害，应该及时止盈住。所以，采用买这些大盘指数的话，你就那么几个大盘指数你需要注意，因此你也比较容易来操作。另外，你多买了这些指数，你也就跟随了市场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，其实我们这些小投资者，你很难预测这些个股和甚至是市场的走势。所以你买这些指数的话，你采用跟随的办法，可能胜诉的几率会更大一点。所以我觉得，像我们这种小投资者，你至少要有50%或者以上的这个比例，你的总的这个 portfolio 的比例应该是在指数上面。然后，如果你有好的判断能力的话，可以选择个股，希望能够胜出。少预测市场，多跟随市场，这也是我2025年的励志之二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赞、转发和订阅。我们下期再见。